欢迎大家终于回到我的频道，我已经2个月没有更新了。然后你们问我的原因是因为我懒，然后想不到有任何 content 要做。幸好7月份的鬼节要来了，然后久违的马化师兄也在我的旁边。我们今天就分享一下一些民间习俗，还有就是宗教上的区别，关于这个7月份的鬼节。然后我也会分享一些故事，就是关于在这一个你们所谓的非常阴森的月份里面，就很容易碰鬼啊这些事情。欢迎，好久不见。Hello， 大家好，好久不见，真的很久没有见呢，有半年了，有吧？你也是很久没有拍 content 了。我应该是最后一次见你的时候是在2月份，就是跟新年。对，因为水哥那时候讲要认识你，然后我们就出来吃饭，到现在应该是这样子。我半年多了。哇，久违，你们看到马化师兄就知道他有很多佛家的经典要跟大家分享，关于这一个鬼节。因为如果我所知道的啦，鬼节我们在佛教里面我们叫做佛欢喜日。农历7月期间呢，30天我们叫佛欢喜日，诸佛欢喜日，然后也是叫做地藏月，地藏菩萨加持的月份，所以我们要趁在那个中元节的时候，我们要多做布施，多做供养，然后以此功德回向给我们的祖先啊，我们往生的父母啊，甚至阴灵啊，然后我们要升起慈悲心，来想着那些恶鬼的苦啊，因为有些恶鬼就等着这个月来，因为你知道了，华人传统习俗嘛，都会去做普渡嘛，婆斗啊，去寺院也好，或者去哪里的神庙也好，会做婆斗普渡的意思嘛。难怪就是我会被其他佛堂邀请去什么捐僧袍，然后有什么听佛经之类的，就是在这个月份里面这个月里面可以去寺院里面可以去做佛事对，他们叫做佛事你可以去供生或者是你可以那边有办一些超度法会你们都可以去寺院那边报名，然后以此功德回向给我们那些冤亲债主，还有我们的祖先。但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啦，这个月中元节为什么要这样子，要有这样子的善举呢？因为报恩嘛，我们这个是报恩的，我们也可以说是报恩月，这个月。其实没有像民间习俗讲的那么恐怖了。民间呢，我还不大了解，可能他们会比较听起来会好像7月不可以出门有些企业是没有做工的。不知道为什么晚上他是不做工的，他是在白天。晚上不做工，不知道。就是不超过太阳下山的时间对，就下班了，就下班了。但是我觉得是民间习俗啦，一种观念啦。但是我的确有在7月份的时候接过一些 case 关于被灵性骚扰。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个人经历我去过那个盂兰节，对，我有去过那种摆在那种路边，然后他们会开一个开席样子，我们讲请鬼吃饭吗？请众生吃饭。就有一次我去到大马士革那边附近，然后就看到。怎么这个女生他们在台上表演，下面的位置全部是空的很多好兄弟看的嘛。其实我好奇的。其实我去的时候那个大马士革盂兰节的盛会还蛮大的我看到是很壮观的，就是好像每个人上来是众生吗？对，众生会从下面这样子一直不停的上来，好像他们去参加不懂什么嘉年华这个好像那种。好像嘉年华那种一种盛会有人请客嘛，他们就去咯。然后有一次就是他们那边空着跳舞了，然后我看怎么一般男人，因为他们那种女生穿的都是好像短裙一样。对。然后我讲阿伯，鬼喜欢看。男人连到死那一天都喜欢看美女风流，是做风流鬼。对啊。然后最搞笑的就是我讲阿伯好看吗？美女样子，我讲这里好多男人，他讲这么美漂亮的女生当然要在这里看了，然后可能就是他们不是有那个很大的船的对，我不懂那个船是 for what 啦，regardless我真是看到很多众生在那个船，可是那个船它稍是很小它不是一个大船的 size 嘛，就是不是 actual size of the ship。
可是哦，他们烧完了过后，突然那个船会有人变大，样子，你真的是看到那个众神站在那里，就是有点距离，我就不知道啊，你们在那边漂浮还是什么，然后我也不知道，就反正那些贡品啊，男女老少很多。不同年代的，甚至很远古的，我都看过，就很忙，就有人陆续上来啊，下去，然后周边也有不同的这样子来，真的很热闹一下。至于撞鬼啊，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个人的心里从小被灌输，就是意思撞鬼就是可能这个7月份你晚上出街的时候，可能你。会拉耶到这些不干净的就他们可能惹到这种众生还是怎样。就是其实我觉得可能是从小被灌输一种概念了，因为很多时候因为那个人他的本身已经产生了害怕，其实灵他可以感受到你的情绪，就是他知道哦，原来你这样怕了，这个月是我的 month，this is my month， 我就去捉弄一下你。就平常可能他也不会管这么多，可是他看到哦，这人这么害怕，然后。就各种各样的，他要避邪是嘛，我让他撞邪这样子。就我觉得我是有借过，在7月农月份，可能自己内心的恐惧加上，他真的运数刚好走到7月份不好，比较低，然后就变成种种的 factors， 就是种种原因导致他真的是撞邪。然后有一些是需要封神，就是我帮过他们去封神。虽然很多人会觉得很奇怪，就是我没有学过道教法的东西，为什么会讲封神这件事？你们不要问我，就是有些东西，就好比一些佛法的东西。我记得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非常清楚，我不读佛经，就是我本身就是基督徒，然后我可以通过就是看那个验功的场景来讲述出来呢。然后你会跟我分享，这个在佛经里面有经典有讲过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其实我真的是不知道，原来还有被记载的。我以为只是随便看到随便讲一下吧。所以很多时候至于怎么分手，我真的不知道。这个好像天生就会的东西，就是一点就不用点就已经通了。这个我也只能说是有接过类似的个案，在7月份啊，农月7月份。然后很多人会问我一个共同问题，请问我烧了这么多，他们有没有收到？然后我送了那么多经，然后就是比如说你念经啊，或者是去做功德，拿回向他祖先有没有得到这个功德啊，类似这样对他们每个人都会问我，我很想知道他到底有没有收到结果呢，就是今年我的漫画联手就是合作。做这一个关于中元节的特别的一个所谓的仪式，就是既然你们那么想知道他有没有收到，有没有就是你回向的功德有没有得到，然后我就特地在下面拿了所谓的准证还有 permission， 这个 permission 要申请一段时间，因为我需要分配一些银财来帮我，然后我需要通过他们老板的老板，就是到最后的时候就是变成整个地府里面的最大的老板要 approve，只欠地藏王菩萨没他的 final approval， 就是他已经不用了，因为他算是non-executive board director， 就是他不用 signature， 其他的 shareholder 已经 agree 了，应该这样子讲吧。然后我在下面那边的工作室，你们讲摆摊也好，工作室也好，就是我会通过跟这些银财合作去帮你们检查这一个。灵会是不是有收到？然后他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就不用交代什么。然后当然擅长诵经的这个 part 我就不做了，毕竟是漫画的强项。你们这里做的还蛮多的，对吧？我们在7月初1，就是23号开始就到7月30，地藏菩萨圣诞就做足30天，没有停，就在网上就做很大型的烟供，包括诵经。然后送的是普贤恒愿品也有，然后持尊圣咒来供种种的一些佛事来回向。然后期间我们每个拜六一个月嘛，期间有每个拜六我们会前面有做3进烟供，早上的烟供属于算是3供啦，然后中午我们会拜佛然后下午呢我们会战供护法神晚上呢我也是照案例，就是30天呢晚上的大烟供就每一天都不断的在做佛事，以此功德来回向给
那些护持者呢，一些亡灵啊、冤亲债主啊、祖先这样子来回向哦。哇，这整个月真的没有想到活着的人也这么忙啊，就没办法，因为我们报恩嘛，因为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父母亲如果往生，父母去到哪里，祖先去哪里。如果我们是佛教徒嘛，我们以此这样子的孝感心啊，来去做佛事，来回向，主要是让我们报恩。如果你觉得你今世过得不好，有一种说法就代表是你的祖先还没有超度，你的祖先还在三恶道里面。还在受苦，他们还在受苦。对，我看过很多个案，就是祖先真的是有问题。对。然后他们因为没有把这个问题解决，就一直延续到他们的后裔。然后我以前是不信的，但是因为实在有看太多类似的个案，然后我才觉得原来这个不是迷信的说法。因为就是不是讲迷信啊，我们也要理性一点的，要真信，正确的正，信心的信，要真信。因为我们是按照佛经去做的佛经有记载，佛经有记载，就是我们为什么在中元节或者是7月15要做那个普渡啊？是因为佛陀那个时代是目连救母，你有听过吗？目犍连救母，对，目犍连救母的故事呢，目犍连他成阿罗汉的时候，他第一个事情他有神通嘛，他是神通第一阿罗汉，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要去救他的母亲。想到他母亲堕落，因为他母亲前生的时候啊，有毁谤过三宝，有骂过出家人。怎么叫像地藏王菩萨？类似像光目女啊、婆罗门都是一样的，妈妈都是会毁谤三宝。就是妈妈是坏人，然后我不知道。总之，地藏经做好坏事，然后就是导致孩子成为一个菩萨还是什么阿罗汉。对。哇 ，OK。这样子，然后就是他知道他妈妈生前有毁谤过僧人，然后呢，他也知道他妈妈往生过后一定会堕落在地狱啊哪里了。他有神通过后，他第一个找他母亲，结果他找到母亲，他母亲落在恶鬼道啊，会每次吐火的。然后目犍连就把那个一钵，他的钵啊有放的那个饭的钵，就给他母亲吃。他母亲饿嘛，他就吃的时候呢就吐火。吃到吗？吃不到，因为他吐那个火炭。你在那边就是不能吃到任何东西，就让你受刑啊。他就是受苦嘛。他就吐那个火炭很痛苦了，所以目犍连他很悲痛，他就找他的师父释迦牟尼佛嘛。释迦牟尼佛就讲，你在7月15的时候，你要供养所有僧人。就是好像补偿回去啊，对，供生以此功德来回向给他母亲，他母亲当下就升天了。所以简单来讲，我们的祖先做衰也坏事，就是我们做后裔的还是可以帮他们，可以了，真的可以了，都可以修一些功德来回向给他们。你可以诵经啊，你可以持咒啊，或者你可以念佛号啊。这个月7月期间，你可以念佛号，或者多做点布施、供生，因为现在很多寺院都在举办供生法会嘛，供袈裟也好，供养僧人吃饭也好，供生然后就把功德回向给祖先。这样也好，这一整个月就蛮长，就有很多时间你可以做。就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有这一方面的顾虑的话，你不一定要来找我们，你自己去烧金子。可是至于收不收到，就是当然只能通过某一些渠道。就是我去申请这个 permit 的时候还蛮难的，因为他们讲，你也不要来这里搞事，因为我们这个月很忙。然后我讲不是搞事好吗？我来这里就是要帮助那些就是家庭的祖先啊什么样子。我讲我 for once 就是我第一次很认真在做这件事，不然我也不会申请这个 permit。他们就讲这样就是有一个程序就通过了就可以开始。可是因为我一直以来不做这个，因为我总觉得 it's not my cup of tea， 就是不是我的范围想做的东西。可是因为很多年过去了，3年过去了，很多人每到这个中元节都会问我，我真的很想知道我祖先活了怎么样。然后我讲，我不想通灵所以我就想到一个简单一点的，就是我去帮你们 check， 如果 check 到有问题，我会回来告诉你。check 到没有问题的话，这样没有 feedback 或者是只是一个简单的回复，讲我们已经做完了，这个代表就是一切安好。因为我通常没有消息就是好的消息，我们有英语是这样子讲就是 when there's no news means good news 这样子。然后我也去过那个盂兰节的盛会，我也觉得哇，真的壮观了，有点
出乎我的意料。会很多众生去接受那些饮食吗？抢啊还是什么？其实我看到只是小部分，其实有很多他们是，我不懂什么原因，他们是用不到或者是接触不到，对，是众生吃不到公平吗？还是什么？有一些是。因为有些众生他福报真的很差的。我不懂什么，因为他们很灰哦。对。所以在灵里面，我连他们的五官都看不到，因为一般好的灵你会清晰看到他的五官的。可是或者是那种刚走的，你会看到。可是有一些是模糊到我连他的。要不是我回去看他的样子啊，去看很久很久以前他是长什么样，我算是回去窥探他的过去过往，不然我是不知道他是男还是女，就是已经变成了一个对，然后一个能量，一个很薄弱的气体样子，然后他们受不了任何的公平，我不懂为什么，因为没有福报嘛，而且你用公平哦，其实坦白讲啊，我们要持咒的，比如说你刚才讲的烧金砖。烧什么祖先经啊？有些人台湾人讲狗头经啊，有些讲什么经什么经啊？现在有年代是烧冰、烧冰啊 ，private jet、烧 Mercedes 啊，什么 tank 都有看过，什么 Bentley。如果你有烧金砖的话，我们是建议要持咒，你可以持 Om Mani Padme Hum 或者持 Om Na Hum 都可以。啊，这么简短啊？对 ，Om Na Hum 是越来越多，然后变成无量。无量，对，然后而且有些贡品它不清净了嘛，变成清净，然后无量无边，然后对方就可以受用了。但是也要持咒啊。当然我是说你烧这些金座啊，或者是贡品啊，我觉得是讲心意最重要啦，以孝感心去做嘛。当然量你要多多少少随你的因缘，还随你的能力，你去做那个东西，经济状况那些。当然，我觉得是你烧了，当然你可以吃 Om Mani Padme Hum， 或者是你念阿弥陀佛也可以，或者你诵一部心经也可以啊。因为金座只是表法罢了，让他满足他先。比如说我们为什么给他吃先，吃了噻，然后给他衣服穿，然后怎样种种他满足了，你再来念佛经给他，他多多少少能够接受的。其实排除所有的宗教，我真的是看到很多人问我烧金纸是真的有用吗？其实这个是习俗的关系，当然，因为我曾经有讲过，就是我在伦敦，我看到一个老外鬼，然后我讲，你们过来一下子，然后我开始上面，你在这里干嘛？我讲烧金纸，你看你能拿到吗？然后他是能够拿到这个东西，可是他问我这个有什么用，然后我完全解释不了，我讲，原来他没有这个观念里面，就他以前活着的时候，他也。就是可能没有这个不懂宗教背景还是怎样，他们是不大理解这个是要用来做什么，然后要去哪里用。因为我要 test 一下，是不是真的有用？可是我回到了亚洲，就是有地府之所，的确有地府这个地方了。然后我就发觉那边真的是有用到这些东西。就有一些人是大户人家超有钱的，你真的是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跑车，然后大豪宅 bank 就在家里隔壁，就是那种工人有几十个，然后我就很困惑，为什么我烧给老外的时候，他们基本上就觉得这个可能是像一个玩具样子的东西，就有文化差异，原来还是用不到的。原来就是还有这种东西，因为有可能他生前是不同宗教信仰，他已经在他的事当中已经认为他一定要去到，比如说他是 Christian， 他一定要他会带住他前世的那个记忆，我一定要是 Christian 的。就是我们都是去天堂还是什么？对对，类似这样子，就像回教啊，他会认为他一定会回到去他那个回教的地方。就是他们也没有相信有轮回之说，对吧？然后他们也相信，灵一走了，就是人一离世了，然后灵就会上去天堂。其实，在国外也有看过很多灵，他们是留在人间，他们基本上没有去什么地府。问他 ，Do you know where is 地府？他讲 No，where is that？ 然后我讲Maybe I should take you there。就是他们好像其实我觉得这个是 background setting， 就是你无论任何宗教背景，就是这样子 say。如果你没有宗教的话，这样你去了，你走后可能去了一个城市，就像现代这个城市，就另外一个纬度了，就这样子而已。但是地府里面，很多人我真的是看到他们用金子，然后大房大车之类的。
好吃，好吃鱼虾、大鱼大虾什么都有，I've seen， 就是I've seen it，坦白说，除了祖先以外啦，因为刚才你所看到的是灵啊，你在英国可能你看那个鬼比较有福报一点的，比较有钱的，比较不愁穿不愁吃的，他只是要游荡在。真的好像很少看过这种穷就鬼也有看过啊，那种住在甘崩的那种一个 farm 里面，可是就比较朴素的，可是没有那种好像你讲的什么恶鬼道里面的那种也。因为在佛经里面是说恶鬼道，它是因为佛经里面有讲12类神，也有些有讲10种恶鬼嘛，恶鬼也是很多种的嘛。有些专门在厕所里面大小便也有的有些专门吸那个精气神都有的，我们归类为恶鬼。但是普遍的恶鬼是咽口鬼，他的喉咙是这样子的，肚子大大个的，然后手指长长，然后那个蜘蛛样子的爬咔咔样子的，头发长长，很丑的，鬼吓鬼的，鬼都会吓鬼啊，太丑了所以我们要念烟供，然后烟供里面有祖师大师很慈悲啊，上师他们会排列一些设计好一些烟供的一些仪轨，然后我们跟着仪轨依文入观来观想，然后我们会烧一些烟供的东西，那些303天食物，然后化成甘露或者是妙药饮食来这样布施给他们，他们只是闻味道罢了，他们吸一口他就饱了了。我是觉得对他们不是吃到怎样吃都没有身体就是我觉得的确在任何宗教里面我有看过地狱，可是西方跟中方的地狱文化有点差异。我去过2个地狱是不大一样，但是他们2个都是地狱。西方的地狱也是在那边受罚，中方的也是，就是 ultimately 那个是一个 prison，就是一个监狱。很多人问我，这样他去了地府还可以回来吗？我在想，那也不是监狱哦。我以前小的时候就会去神灵魂出窍，不是个人选择，就去地府玩，然后吃喝玩乐我真的是在那边吃东西。我觉得我应该不是吃，因为我的身体没有在吃，就是我在吸吧。细微呢？对，那边什么场合都有，蹦迪什么。在地府哇，而且是不同年代，地府跟人间差不多咯，跟人间的情况比人间还要大，因为他们那边有不同年代，人间是有时间限制，就我们现在在2025年，我们都是在2025年的环境，就他那边有古时代的地府，然后他的地府是大到我从小去到现在这么多年了，我到现在只是去了一个小部分而已，就是还有很多的地方我是没有看过的，就地府超大了。我不懂有没有地球这么大。如果讲地狱地狱是的确是大了。地狱东方的是很大的，就是它有很多不同的受刑法。是，它还有很多层然后每个地狱又有不一样的地狱，有大小地狱，有无间地狱，有金刚地狱、阿鼻地狱，什么都有。如果地狱他受完刑了是吧？他就在那一层他受完了他会去到这一层，再受另外一个不同的苦。等他受完了他爬的时候，这个地狱它已经坏掉了，因为地狱会坏掉的嘛，会沉住坏过，他又转去另外一个世界的地狱，再来受生，再来受苦。然后有很长时间。我是昨天才知道原来我第一次很不礼貌的，就是吐槽那个什么prisoner guard，我不懂就是那个管辖，那个大鬼管辖他。就是昨天有一个剧是告诉我，他其实是夜叉，他是天神来。我讲怎么长得这样丑的？然后对，然后我就讲，他讲夜叉有2个相，一个是好看，一个是不好看的。然后我当初去到地狱的时候我看他很丑，然后我就想，爷这里什么地方这么这样丑的？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因为他很凶他讲这么你是怎样来到？我讲我哪里懂飘过来吧，我哪里懂？他也没有告诉我是哪里，他 check 了一下，他讲你要赶紧走，然后他就讲等一下，他周末你有准证来这里，我觉得很奇怪。他讲我诧愕，为什么你有准证来这里？哇，哪里懂我想反正来都来了，萍姐的话，来都来了，我要去走走看看。他讲反正你也可以有这个准证去走我带你去走一下。就是他给我看到不同的刑房，就是那种不一样的一些刑具首先那个夜叉是很恐怖的样子，然后我就觉得我父母去了哪里，然后他第一关卡我看到的是一个很大的口，又有什么
giant monster 这样子哦，哇，很大，大到我不懂怎样形容，反正就是像一座巨山这样大。然后它的口那边一直，我在想这么小，它在吃蚂蚁嘛？然后我看清楚一点，原来是人来了，一定有很多人哦。而且我在里面看到有和尚。哦。不是开玩笑，这个是我没有读到佛经的时候，我是在那边，我讲，怎么和尚也在这里给动物吃，就给怪物吃的。然后我讲，以为这里又不好玩，因为那个人是阐教，然后下面又有农江那样子的，就很恐怖一下。然后我就讲，以为不要，然后他就带我去另外一个地方，这里哦，另外一个空间是好像火焰山一样。我告诉你哦，那个热度，就像在火焰里面的，虽然我是感受不到，但是。我可以从空气那个热度哦，就是那个近的空气，你可以看到有 heat wave， 就是那个烟啊这些。我们叫做大热地狱。大热地狱。很热，大热地狱。哦，真的很热。然后我忘了一个那个你们叫的夜叉还是什么？夜叉。可能耶罗还是鬼差还是什么啦？反正它跟一般鬼差是不一样的，就是它们是比较凶，而且呢它的法力高很多。然后我看到一个巨大的石头，下面有一个这样小的人。然后我讲什么鬼哦？那你们在搬什么？你们在起房吗？他还没有，他在受刑。然后那个在熔浆的炎热下，就是可能超过200个小时，就是你在那边呼吸已经熔掉了，你还没有呼吸已经熔掉了。200度很少了咯，我不懂。几万度的那个铜汤啊，铜质啊，罐头。我不知道，反正我是感受不到，但是我知道里面很热，真的。就是那个空气的 heat wave 已经。就是我感觉我就在熔浆里面，但是我感受不到那个热度，因为我不是在那边受刑。然后那个人这样想，那个石头这样大，然后我在想，怎么还要搬巨石？他讲而且他们是来回踱步哎。然后我觉得很莫名其妙，我讲这有什么刑法？我又要搬石头，又要就是受这种酷热刑。这个大热地狱。第一是就是你去那边被晒是吧？它被烤啊，被烧啊，类似这样子咯，灌那些铜质啊，或者是铁床，火的铁床，因为前世造了很大的恶业还是什么，有些是吞那个铁丸啊，因为前世有造口业啊，恶口骂人啊还是什么，今世他就会落在地狱就受这种哦。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大寒地狱。然后其实，在熔浆那边，我觉得我是没有看完，因为我站在那边，我讲也很闷，然后我就走了，就带我去一个很寒冷的地方。对，很寒冷。我现在大概记得，而且我现在想起了，它那个石头不是重量啊，它其实背在后面的石头是那个石头在生着火，这是一个火石，对。所以我为什么觉得它很热？很热，因为我看到的时候，哇，这是什么？而且这么大个又在有火之类的，哎呀，他们在玩耍呢。没有，他们在受苦啊。我不知道自己去了地狱，尤其是那个大寒地狱啊，那个大寒冰地狱哦，他们那个众生很冷嘛，比南极还要冷的嘛。那他们冷到他们皮肤会爆出那个花出来的，冷到你知道人家冷会开花的，裂掉开花，就好像听到声音啪啪啪啪啪这样子的。这样恐怖哦！在佛经里面描述的声音是啵啵喳喳。我是没有看到那些人的什么皮被冷到裂开，然后砰一声啊。可是我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就是你要想象这个无敌的热，然后这里无敌的冷，对。然后我基本上那边寸草不生，就是我忘记那个鬼差是什么，我就觉得哇，自己工作好辛苦一下。他讲反正我不是来这里受刑。然后就是他就讲这个地方很寒冷的，就是我讲一眼望去好像都没有众生哈，你看清楚一点，没有，我不是讲众生，我讲一眼看去没有东西，我是这样子跟他讲他你看清楚一点，然后我看到什么那个冰还有它是冰山 surrounded， 就是冰啊 ，OK， 就是那种很冷，然后我为什么看不到人，是因为他在那边吹那个风很大。然后其实我以为地上的那些就是一粒粒圆圆是雪来了但是其实是人来了就是远看是一粒粒，近看其实是人小小站在那边，然后他们是没有穿衣服，太多衣服，就是 bare minimum， 就可能一个 T 恤短裤还是什么，就穿得很薄。然后我在想，
你看清楚一点，我讲那个不是雪花吗？然后我再看清楚，因为我从很远的距离看，我不知道我有多远，反正我看到的是以为是雪颗样子。等我走进去看的时候，我看到很多人哇，在那边很瘦的，很冷，然后全部很白掉，因为他们已经被这个雪，然后收，就是他们只剩下。他们好像已经被冷到就是冰掉了，就是他们没有反应了。然后我也不知道，但是我没有看到他们的手什么爆出来那个没有，是很痛苦啊，所以我们他们被冷到已经叫不出声音了嘛。前面一段时间有呐喊过了啦。他们可能从那个大怪物从他们那边喊到断声了。他会换的嘛，他对，轮流，对，还会换去另外一个。然后可能从第一关已经喊到破红楼秒，然后第二关已经热到融掉了，不能再讲话了。第三关已经被折磨到变成一个木偶了。就是他们的反应，就是我觉得，然后我看清楚，原来那也是人来的。我们一定要升起慈悲心啊，因为他们真的很苦。你说要救度他们嘛，只可以说功德回向啊。其实他们出不来的，7月14的时候。对，要看他的，因为在地狱哦，他是没有时间性的。他不说我被火烧，他跟阎罗王讲，阎罗王可以休息1秒吗？2秒吗？不能，你还是要受的业报的。除非他的眷属有跟他做功德回向给他，他的业报会慢慢减轻，然后去到会比较上一层，会比较受比较没有那么严重的那个痛苦。你说会因为地狱那个太长了，真的太长了。如果造中业的话，真的太长。金刚地狱更加不用讲，无有出期，根本都出不来啊。我不知道，反正他带我去的地方已经算是那种不是那，我觉得不是最严重的，就是他到了那个冰冷的地方，他已经告诉我，你来这里太久了，你需要回去了。然后我就想 bye。See you never， 然后我就走了，因为我觉得这里都不好玩，因为我去过很多地方蛮好玩，就好玩过那边。然后过后我才知道，很多年过后啊，我就是有开始接触meditation 的时候，就是我打坐在英国那边跟密宗的师傅学习，他就有讲过这些地狱的东西。然后我就想起，很久之前我还是小孩的时候去那个地方，原来是地狱啊，就是我才大概有这个印象，我梦见过，我以为是梦来的。然后那种地府就好玩很多咯，就是好像人间这样子哦，比人间更好玩，因为你可以去不同的年代，你可以去到唐朝，然后就是做他们唐朝做的东西啊。看到很多古装啊，古人哦。对，你会看到很多那种古时代的人啊。我从小就有一个翩翩公子吧，真的长得很帅一下，我不懂他是不是 trap 在那个地方，地府的某个地方。OK， 就他长得很好看，就他从我是小屁孩到我变成成年人的时候，他都还没有走。然后有一天他告诉我他的机缘到了，他可以走。他走向你？其实我不懂，很多年我都很困惑这件事。然后直到我开始修行，能够通灵的时候，我才找出缘由。原来他是从上面来的仙人。算是神仙嘛？你们讲的仙人，然后他就是来到地球的时候，不懂触犯了什么天条啊？对，他是爱上了一个女生，然后这个女生她好像是在等他，就是从我小时候等到我大的时候，她都在等这个，应该是轮回还是什么，我也不大清楚。而且他也离不开那个地方，等到很久，我长大后，他终于告诉我，因为我有时候告诉他，我讲你都这么久了，就陪我出去玩一下嘛。他就讲你去玩吧，你要来找我的时候才来这里吧。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一直不离开那地方？而且他穿古装衣服，就这么多年，我都已经长大，他的样子没变过。然后过后我才知道，原来他是从上面来的仙，他犯了天条，然后被罚。他被罚的原因是因为他爱上这个女的，在等他轮回，跟他相会啦。他就是要遇见他还是什么？然后他可能回去。犯了天条要被罚，我觉得是这样啊。可是他甘愿在那边等他这么多年，是因为执着嘛，还有情执嘛，执着。我记得你讲过天人是还有他们的某个，就是我记得有一集你讲起天人，他们也是脱离不到六道，因为他们还有某种。对，因为天人还是享乐的嘛，他还在三界里面的嘛。是你讲过，他还在里面，他也会有一天他寿命长了，因为他寿命很长，福报也很大，但是还有界限。他会用完了，
他享受完了他的寿命跟他福报，他就堕落了的。一般上堕落了，听说了，据说他不是在修罗或者人或者什么动物啊，他一般上都是堕落到三恶道，就是在地狱啊或者是恶鬼的。难怪他塞在地府因为这么多年。他享受了88%的福报，他还有28%的恶业嘛，还要堕到去那个三途苦。现在 make sense 了，为什么他一直 stuck 在那个地府？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我想你到底多老了？就是你从我小时候到现在长大了，就是已经很多年过去了。就你还长一样，然后我来了这么多年，你都没有就是离开过，就是下面那边实在太大了。这么痴情啊！我也不知道，就是等那个女生，他等那个女生轮回。就等我长大的时候，成为成年人的时候，我就想，你有 iPhone 给我看一下他的照片嘛？他讲什么是 iPhone？ 我讲我忘了你是古代人，然后我讲，你可以画一下他的照片嘛？就是他的画像。他有一天我去到的时候，他真是把它画出来。OK， 哇，真的是漂亮啊，很漂亮。然后是古代人来的，然后我才知道，总结所有的经历，我才知道原来我去玩地府是有不同时间点。这个是我觉得最奇怪，为什么他们还没有离开唐朝这个时代，比如或者是宋朝这个时代，为什么那个朝代还在？那个时间点不像我们人间这样一直。因为我们有时间跟空间嘛，叫时空嘛的界限的限制，他们没有了。对，他们要穿墙过壁，他们没有空间的限制跟阻碍，没有了，对，也没有时间的概念了。所以我得空就去一下什么唐朝，然后去一下宋朝，去一下什么蜀国。会有的啦，会有的。因为如果我们做朝见、做普渡的话，都会我们讲招请嘛，招请那些古代的人来的。是不是有？你们也会有的。你们古代的，包括以前我记得的是我们做了去寺院做了堰口或者是大蒙山也好啊，他们有一段书文是专门是招请古代的人或者皇帝、臣、官或者是民做什么事业，写得很清楚了，都会招他们来接受这个普渡。你们那个叫做你们叫什么？我们说放堰口，比较大型的。我们讲里面居然有一个是特别给这种古代人的，因为是四生六道嘛，四生就胎卵湿化嘛，六道就是我们所谓讲的那个天啊、修罗啊、人啊、畜生啊这些的，还有一些是他古代的人，他们都有一个画像的，比如说这个是屠夫，有屠夫画像啊，这个是官有官的这个是都有的，他会招请类似这样子的行业的一些众生，他们会过来。招请他们过来。我以前一直觉得我自己在发梦，就是经过这么多年过后，我才知道原来我不是在发梦，我是亲身去了那个地方。然后我醒来过后会记得，是因为我是亲身，我的灵魂去了那个，不是在做梦。就是现在我已经非常理解，我做梦的时候我是不记得，我醒来那一刻就忘记了。所以今天我们也分享蛮多的这个关于中元节的意义。对。然后还有就是民间的习俗，就是问我的话，我真的是觉得7月份有比较多的灵啊，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普通日子多吗？会更多因为他们真的是出来开 party 一样的。其实7月我很高兴的，为什么？7月是我农历生日嘛？是吗？7月15。你是吗？7月15是我农历生日啊。所以我7月15出生的，农历啦。哇，真的吗？佛欢喜日嘛，所以以前我小时候印象中元节，因为我去到那个庙堂不是佛堂，它是一个庙堂来的，拿到宫的庙堂，有人在那边做普渡、做施食，然后它是道家来的，然后前面摆很多那些山牲啊，那种贡品啊，有宰羊宰牛这些的，然后前面又会放一个大师爷，我们讲面南大师会那边。以前我们小时候我们很怕的中元节。也是民间嘛，被爸爸妈妈灌输这个概念嘛。人家你跟一个外国小孩讲 Halloween 就是鬼节话，我最近可以扮 Spider-Man 啊，或者是 Vampire， 好开心啊，看 wait for it。所以我们跟西方不一样，西方是会扮鬼，我们东方呢，晚上小孩子我们做我尽量不要出门啊。对，晚上6点多傍晚都回家了咯。然后不能乱讲话对，不能讲话，不能去踢那种什么人家的贡品啊。这样子，还有看人家路边拜那些好兄弟，我们尽量不要去看看了会惹那个灵什么干扰还是什么过长大过后学佛了，不是这个业是很吉祥业报恩业
其实讲真的，观念你如果心态正确的话，你不要一直害怕他们会来搞你。其实如果你一个平常心，就是讲哦，反正这个月是鬼节，我就做一点布施，你们讲，就是回向之类的。然后你就不会觉得你会被鬼缠还是怎样，除非你真的是走霉运啊。但是我觉得这个霉运哦，跟你的思维方式是共同的，就是is together。就是你如果想我也会一直倒霉，你真的会一直倒霉。我觉得心态很重要啊。是，就像外国人的话，哇，肯定抽 big party。你没有什么，你不扮鬼哦，还是觉得你不够应节，结果你没有扮鬼。对，所以我们中元节我们就会做事情会比较就做佛事啊，不是说平时不认真啊。所以这个也因为我喜欢给鬼吃饭啊。为众生做饭嘛，就是请客吃饭嘛，这样子咯。觉得鬼比较好度啦，他们跟你讲，众生啊，我们讲众生啊，他也是很痛苦嘛。就你多念经啊，还不如帮他一把，我跟你讲好。还有去哪里是随他的因缘，随他的善根了嘛，是不是？反正可以解决到他先前的饥饿跟饥渴，还有他的，因为有些有生病了，然后我们会放一些药供啊。然后念那个药师佛啊，所以他的身体可能没有痛处，可是在他意识那边会痛的。对，因为他生前如果癌症往生了，因为他身体没有了，可是他意识还在了，就是trap 在那里的。还觉得他是癌症，就是他还觉得他有身体的那个痛苦，就是他有一种执念是意识上的。对，没有错。然后我们会做一些药供啊，来安抚一下呢，过后诵经啊。至于他会不会往生，或者是去到三道轮回，不知道。就是随着对方那个亡灵的一个善根了咯，这样子咯。反正做了就对了，是吧？就尽量做就对了啦。你尽量诵经，诵地藏经，所以我很鼓励7月份都诵地藏经。可是在家里念地藏经会有问题吗？不会问题啊 ，OK 啊。不会惹来很多鬼。地藏经里面一打开都是鬼王出来嘛，因为因为你一念地藏经，所有佛世间的鬼王或者是善业所成的鬼王一定来护持你啊。尤其是那些地藏经护持地藏经的鬼王，他一定来护持你的，因为他们的誓愿，他们permission啊，我们讲啊，比如说你读地藏经，他就会来护持你，来保护你，不要让你受伤，让你生活好一点，你就好好的读地藏经，好好的供养地藏菩萨，好好的念地藏菩萨的圣号，他就会来保护你，这样子。不是说你念地藏经有很多鬼，地藏一打开全部鬼王的名字有很多吗？什么主命鬼王啊？五毒什么鬼王都有很多吗？不，主要是我是从其他人问我，就是我在家里念经会有鬼来，我就想不知道我不懂地藏经到底念什么。然后首先我是觉得，如果你要做这个事情的话，就不要怕，怕的话就不要做，因为主要原因是你产生恐惧你不会做得好。就是在里面的时候，可能瑟瑟发抖啊，还是各种各样的幻想啊，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是。所以你们要简单化，就像我这样子，不用烧香，不用念经，就跟苏格喊一句苏格的名字，阿雷路亚，阿门，阿门就行了，就是可以省时省力省时间。但是如果你是宗教信仰是佛教或者是道教的话，那你就做你应该做的吧。就我没有这个习俗就算我爸有去世，我也没有想这个我需不需要做 prayer， 这个有需要做 prayer 给他吗？就是我没有这样子的 concept 啊。看个人的啦，宗教信仰不一样。对。所以如果你是佛教的，那你就去佛堂啊，或者是有出家人的地方，你可以共生啊，这样子咯。如果你是道家的，那你就看一下哪个道观或者什么有做普渡的，那你就可以去护持。就再不然懒一点的人就给钱我们settle这个问题，对吧？我给钱我们还做事情啦，我们还要做很多东西啊。你是要做很多，我也要下去下面地府摆摊好吗？你们知道那个 permit 几难拿到吗？然后我们还要点灯呢。对，各种各样的那种。对。哇我是蛮期待啦，讲真的。虽然我爸爸是基督徒搞到我都很想给他报名耶，真的。我觉得这个中元节的系列讲的差不多了。其实这个是听你这样子讲很有意义的。对，很有意义。对，报恩嘛，报恩节嘛，报恩月，孝顺嘛，就是这个月我们都发这个孝感心。我记得中文有一句叫做以孝为先吗？是这样子讲吗？就是大家如果平常就是没有太大孝心下次你报恩的时候了，就是你们
不一定要找我们，你们起码也要去个佛堂或者是神庙之类的做点贡品吧。你可以去寺院点灯也很好啊。这样子点灯，你可以写祖先的名字也可以，或者可以你是信什么姓氏的，你就写姓氏的历代祖先哦。婴灵或者是有些往生的宠物，你可以报名。宠物也可以啊。宠物可以，还是一个忠诚人嘛。忘记了，是不是？都可以为他们点灯啊，都很好的。你家乌龟走掉了，那个知道。好吧，那么我们今天都讲到这里了，谢谢马花的时间，非常期待我们的一起合作，不然我们会擦出什么火花？就是我好像整个神婆了，就以前我不大喜欢做这种事，可是现在已经变米婆呀，米婆。对，好吧。那希望大家有在这里接受到一些简单的知识，然后知道接下来这一个月要做什么啦。那如果我刚刚分享的有什么出错的，或者什么不圆满的请大家多多包涵，或者可以留在那个评论区，可以为我们评论一下我们有什么，我们就会改进这样子。OK，see you guys， 拜拜，拜。如今的你是不是人生很迷茫呢？快来参加我是谁线上课程，一起来探讨到这个世界的意义和使命是什么。